马克龙警告普京要捍卫乌克兰领土完整，铁了心拥抱美国针对中俄。国人简直不知天高地厚。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不愧是法国，马克龙修改旗帜一事闹上了热搜，原因是其修改了法国旗帜配色，并将其进行悬挂，但就是没有进行公布。这一偷摸的行为着实让人疑惑，引起了大家的吐槽。本以为这是法国的下线了，却没想到其在作死的这条路上一去不回。据悉，马克龙和普京通话本来是求着后者解决难民问题的，最后跑题，直接聊起了乌克兰问题。在这个方面，法国发出警告，称其准备捍卫乌克兰领土完整。虽然法国没有细讲后续打算，却是将自身的立场给亮明了。在这个不确定的因素下，法国是很有可能会向乌克兰派兵。这个场景就有点好笑了。且不论法国的实力如何，单就这求人的姿态让人懊恼。知道的是两国就难民问题进行协商，不知道的还以为法国是打算给俄罗斯下马威呢。马克龙这已经是在给俄罗斯划定红线了，进行了一个提前预警。只要俄罗斯敢越过红线，法国就不会手软，紧急援助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反击。如果法国是想借机将乌克兰的事情搬到明面上，将其当成一个有利的条件，从而让俄罗斯对难民一事进行妥协，心甘情愿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只能说法国太天真。目前难民一事复杂，欧洲能完全撇清关系，称自身与这件事情一点都无关。从目前的局势上看，俄乌冲突越来越紧迫，但就算是美国的介入，俄罗斯也表现得游刃有余。而法国的想法也很简单，或许是料定一个欧盟的介入会让俄罗斯变得更加局限。相关人士对此分析，早在北约介入时，俄罗斯虽然在黑海部署妥当，但也不会轻易开火。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俄罗斯与北约全面对抗势必会带来很大的风险，这也算得上是自杀式措施。不过法国的怂我们大家都很了解，这次敢于站出来正面和俄罗斯硬刚，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其一，背后有美国的撑腰，而这次美国又是让法国前来试水，借着难民问题谈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看法。其二，马克龙想要达成外交成就，以此来确保自身的连任得票率。事实上，不管法国背后有什么原因，其肯定都不是简单的为乌克兰出头，而法国这一顿猛操作，也不怕把俄罗斯真的惹恼。对此有人直言，法国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法国强出头，这是被美国卖的还不够吗？法国投降上瘾，连自身都保护不了，还保卫乌克兰，法国这是在赌俄罗斯军队出手速度绝对没有其投降快。总之，法国铁了心拥抱美国针对中俄，注定会酿成悲剧。毕竟法国最缺的就是自知之明，而马克龙最不知道的就是天高地厚。英国航母损失惨重，英属 F-35战机首次坠海，为何说张召忠的因果论又发威了？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为了提高自身的全球影响力，以及测试本国航母的全球部署能力，英国在2021年5月30号启动了全球部署计划。于是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编队当月就从英国普斯茅斯港起航，开始执行这一任务。然而，这次任务并没有那么的一帆风顺。就在本周三，正当英国皇家海军航空兵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面的一架 F-35B 隐身舰载战斗机在地中海进行常规空中训练时，突然发生意外，战机坠毁。经过英国海军后续调查发现，在该战机失事时，附近并没有其他战机出现，这表明该战机并非被其他战机干扰而坠毁，应当是操作不当或者是战机保养问题。不得不说，英国海军这一次的全球航行任务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一路上，整个航空母舰编队各种问题可以说就没有停过，要么是其中一艘护卫舰的引擎损坏，要么是一艘军舰上的疫情爆发。这回好不容易返航，战舰全部都进入了地中海了，只要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就可以回到英国了，结果却在这一刻掉进了飞机。毫不夸张地说，这次英属 F-35战机的首次坠海，与之前他们遇上的问题相比，那损失可要惨重得多，说为英国航空母舰的未来投下了阴影都不为过。而且英国空军也是异常郁闷，本来好心借海军8架 F-35B 战斗机撑场的，结果现在海军直接把其中的一架飞机搞没了，瞬间就损失了1/8的战斗力。估计等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回到英国以后，因为这事儿，英国的海军跟空军要吵翻天。
不过在回去之前，海军和空军还得联手一番。伊丽莎白女王航母的各型舰艇当前可谓是如临大敌，因为英国人担心会有他国舰队趁机打捞 F-35，盗取其中的先进技术。要知道，俄罗斯海军的地中海舰队还是非常容易前往地中海掠夺 F-35B 的残骸。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F-35坠海也让著名的军事专家张召忠的预言再次命中了。早在19年，他就提出了 F-35的空间迷向论。在张召忠看来， F-35的氧气供给系统非常的有问题，这一问题会让飞行员缺氧导致昏迷、意识混乱，或是飞行员因长时间的在海上训练，面对海空一色突然犯迷糊，分不清哪是海水哪是天空，面朝大海汹涌，脚踩油门，直到快进海了才反应过来。而根据英国海军现有公开的说法，在过去的6个月中，失事的 F-35曾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起飞和着陆超过2000次，且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且当时旁边没有其他飞机参与或发起敌对行动。但从这2点来看的话，张召忠的因果论似乎真的又发威了。莫名其妙，印精锐部队惨败缅甸武装，印媒却称中国是幕后黑手，其中有何蹊跷？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印度和缅甸虽然都是中国的西南邻国，但是两国差别还是很大的。一般情况下，光看脸也不会混淆。可尽管如此，在近代历史上，实际上缅甸曾经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其境内也有大量的印度移民生活过。印度人甚至一度实际统治着缅甸。若不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英国做出了一些改变，那么缅甸在今天可能还是印度的一部分。虽然缅甸对于自己独立出去还是非常高兴的，可印度那就亏大了。为此，印度在边境地区当前除了与中国、巴基斯坦等国有领土争议以外，与缅甸的争议也不小，双方也是动不动就要发生武力冲突。这不，在本周二，印度的一支安全部队就在缅甸边境地区遭到了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的伏击，还造成了多人的伤亡。不过，这次发生的武力冲突与以往不同，这次印度派出的安全部队是由印度国内著名的阿萨姆步枪队组成的。需要知道的是，阿萨姆步枪队被认为是印度精锐部队的代表之一，所以在事件发生后，印度总理莫迪和其他高级官员都对挑起这一事件的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谴责。而之所以说此次冲突与以往不同，主要是因为阿萨姆步枪队这次遭遇伏击，总共阵亡7人，而且是印度未来应对缅甸武装的袭扰专门派过去的。可现在出师未捷身先死，用来形容印军这支精锐部队再合适不过了。于是乎，印度媒体为了给印军挽回面子，连忙把这次的时间同中国牵扯上关系，称中国才是这起事件的幕后黑手。那么这其中有何蹊跷呢？明明是印精锐部队惨败缅甸武装，这一看就跟中国完全没有任何瓜葛吧？对此，印媒给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回答，他们的理由是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中有人民解放军这5个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样，所以中国是幕后黑手。缅甸的武装部队正是依靠中国才能赢得与印军精锐发生冲突后的胜利。可实际上，虽然双方都叫人民解放军，但却没有半毛线的瓜葛，唯一能扯上的关系就是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现在在学习抗日时期中国解放军的作战方式。在缅甸境内，曼尼普尔人盘踞在山林中，建立了相当稳固的据点来攻击印军，再加上印军目前被动的在自己占领地区等待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自己也没有那么快的反制能力。这一系列的场面实际上是八路军敌后袭扰日本军队的翻版，这恐怕就连印度人都没有想到过，这套80年前的中国战法至今仍将为他们制造这样的麻烦。拜登无能，中美会晤重挫美国自信。98岁政治家艰难出山，中美会晤是避免冲突的良好开端，并对拜登下最后通牒，必须按照承诺的去做。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在大国对抗日趋激烈的当下，中美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首脑视频会晤。与此同时，围绕这次会晤的相关讨论，一时之间也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有人说，这次会晤将中美对抗由大火调成至小火。而这一言论也同美国98岁政治家基辛格的结论不谋而合。据环球网援引联合早报的报道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接受视频采访时表示，这一次视频会晤是中美两国避免军事冲突的良好开始。不过，这也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根据基辛格的说法，现如今中美已经走过了关隘，来到了悬崖，摆在中美面前的有2条路，接下来中美走向何处，将要取决于双方选择哪一个方向。
准确来说，应该是取决于美国是战还是和。目前来说，美国主导着中美之间的对抗姿态。一直以来，美国不断的从各个领域向中国发起挑战，经济上的制裁大棒，军事上的抵近挑衅等，都是美国常用的手段。更令人担忧的是，在这些围堵手段愈发失去效力的时候，美国就开始频繁打起了台湾牌，大有引战的架势，而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归咎于美国本身。拜登的无能加剧了这一对抗态势，也加速了美国衰落的趋势。美国现如今的惨状，也让早就该安享晚年的基辛格再次艰难出山，发出了对拜登的最后通牒。基辛格表示，接下来两国必须按照承诺要前行的方向去前行。这一句话的潜台词也十分明显，意思就是拜登必须按照他在视频会晤中承诺的那样去做。总的来说，在这次会晤中，拜登承诺的重点主要有4点：不寻求改变中国，不寻求通过强化军事同盟来针对中国，不寻求冲突。除此之外，拜登再次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显然，如果拜登真的能够做到这几点，那么中美未来的局面必定是一片向好的。所以说，基辛格的这一番话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我们都知道，基辛格被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这足以见得这一人物的重要地位。因此，这一番话也具有相当重的分量。实际上，从这次会晤来看，拜登应该明白，美国目空一切的自信在强大的中国面前已经所剩无几了。美国想凭实力立威风，但是却都被中国强大的底气给压下去了。他们的自信已经严重受挫。在这之后，美国应该好好想想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这关乎美国的命运。